拥有一支不死军团能否所向披靡？塞拉斯扛着加农炮炸下了纳粹军团的战斗飞艇，而就在飞艇坠毁的瞬间，那些非人的生物就从火海中逃了出来，生还人数42，半数以上的重装武器被摧毁，但他们依旧狂热且斗志高昂。索林一声令下，士兵犹如野兽一样冲向远处的骑士团总部。塞拉斯退场补给，佩尔纳特和他的佣兵团接手战场。吸血鬼有着超越人类的反射神经和运动能力，野兽一样的杀气和大到可怕的力量，能窥视人心，且动作敏捷，刀枪不入。但是他们能免疫地雷吗？吸血鬼军团冲到城堡不远处，突然脚下一顿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数个威力惊人的地雷在他们脚下炸开。未知的危险迫使吸血鬼们停下了前进的脚步，而佩尔纳特等的就是这个。按下遥控，放置在地雷周边的炸弹瞬间爆炸，飞溅出的大量钢珠贯穿一具具身躯，60个含滚珠轴承的定向杀伤地雷同时引爆，这是连吸血鬼都躲不过的攻击。佩尔纳特继续指挥3楼发射大量燃烧弹，来福枪分队集中全部火力扫射单一目标的周边，形成全面密不透风的火力壁垒，敌人的攻击被迫终止，伏在斜坡上纹丝不动。佩尔纳特毫不在意对方会使出什么诡计，只要对方敢靠近，就必死无疑。如此恐怖的炮火攻击，如果是普通人类早就撤退了，但他们不是人类，而是怪物。索林的手心长出一只诡异的眼睛，他将手拍在地上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大量的恐怖紫色物质裹挟着纹身从他身上涌出，最后居然凝聚成了索林样貌的巨人。佣兵团因为极度的震惊而停止了攻击，任由吸血鬼们朝总部进发。指挥室的佩尔纳特不明白手下为什么停止了攻击，急忙冲出来质问，却正好对上了索林从窗户里看过来的面孔。所有人都吓傻了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清醒，眼前的索林是否是他们的幻想。然而就连索林高举镰刀用力挥下，一刀将骑士团大楼砍成了2截，惊慌失措的佣兵们根本来不及逃跑，就被下落的石块砸死。索林又接连挥刀破坏着大楼里的一切。面对如此超乎想象的恐怖场景，佣兵们几乎失去了反抗能力，不少人都被砸断手脚，惨叫着。索林狰狞的脸紧紧注视着众人，塞拉斯跪在地上，吓得直翻白眼，但内心深处却响起了阿卡多的声音：人类遇到这种情况就完蛋了，但他不是人类，舍弃人类的2只眼睛，他还有另外1只眼。塞拉斯的眼睛变成了血红，再睁开眼的时候，面前哪里还有什么巨人索林和被砍断的大楼？原来这一切都是索林制作出的幻想。塞拉斯发现根本叫不醒沉浸在幻想之中的队友，只好扛起枪对准了800里开外的索林，几枪下去划伤了索林的脸，巨大的幻想也就此消失。众人恢复了冷静，但已经太迟了。索林知道幻想扰乱他们的这段时间里，吸血鬼的部队已经踩着地上的飞刀冲进了骑士团，正门被强行突破，失去火力压制的他们根本不是对手。佩尔纳特只能尽力指挥队友坚守本部，负责防御，让塞拉斯在他们没有被敌人碎尸万段之前杀光他们。佣兵们一拍塞拉斯的屁股，将最后的希望托付给了塞拉斯，可别死了，谁都不可以死。塞拉斯领命离开，佣兵们看着塞拉斯的背影，感慨真是个好女孩，让这样的女孩死去，他们男人会名誉扫地下地狱的。大家都明白，这一战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战，这里是他们的坟墓，他们的舍身之处，他们是恶犬，他们该这样赴死。伦敦犹如人间炼狱，佣兵团在吸血鬼面前就像能轻易碾死的蚂蚁。佩尔纳特小时候因为自己是杀人犯的儿子，被同学歧视，说他全家都是靠战争中杀人赚钱的凶手。他们家族从第8代前都一直是佣兵，他爸爸为了抚养他而接了危险的工作，死在哥伦比亚，爷爷也手染了无数人的鲜血。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去杀人，爷爷说佣兵杀人当然是为了钱，雇佣他们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，佣兵并不懂这些，只知道那些东西对他们的雇主很重要。他们为了钱赌上性命，奔赴各地的战场，为了钱杀人或者被杀，区几个钱比自己和他人的命重要。这么说起来，他们确实是人渣家族。他因此在学校里被欺负也没办法，但长大之后他就会明白，因为他是佣兵的子孙。而长大之后的培尔纳特的确明白了，他们就是一群为了钱不要命的恶徒。佣兵们被扯断双手，砍下头颅，总部内遍地的尸体和鲜血，剩余兵力退进圆桌会议室做最后的死守。B 栋小队伤亡惨重，只剩下了最后1人顽强抵抗。眼镜哥拒绝了佩尔纳特回城的命令，他们会坚守到最后一刻。佩尔纳特咬牙指挥手下堆筑防御工事，而佣兵里并不都是佩尔纳特这样不畏生死之人。黄毛嚷嚷着他不想再战斗下去了，因特古拉和阿拉多已经抛弃了他们，他受够了，要离开这里。佩尔纳特自然不会让他离开，他也无法离开，这里就是他的坟墓，墓碑是这栋
栋房子，守墓人就是因特古拉。了不起的为粉碎纳粹邪恶势力壮烈成人的佣兵们再次长眠，是他们的墓志铭。佩尔纳特揪着黄毛的领子大声呵斥，不管怎么样都给他死得像样一些。他是为了兴趣来当佣兵的吧？那就为了兴趣战斗到死。而且他们还没有到了必死的地步，负责反攻的人可还没有开始行动呢。佣兵们的战斗依旧是压倒性的惨烈，索林嘲笑着骑士团的实力不过如此。眼镜哥试图偷袭索林，被身边的士兵挡下。索林伸出手，眼镜哥瞬间被拉入了环境之中，白光一闪，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，面前是早就已经死去的儿子。但即使知道是幻想，他还是忍不住的沉沦其中，放下枪，将儿子拥入怀中。索林趁机出现在他身后，一刀将人砍成了2半。怪物们肆意品尝着死者的尸体，甚至玩起了猜血型的游戏。而正在他们得意之际，飞来的子弹将他瞬间爆头。塞拉斯扛着自己的迫击炮，发疯似的疯狂扫射，在人类面前肆意猖狂的吸血鬼毫无还手之力，被射成了一滩烂泥。任何方向的吸血鬼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看着地上队友们的尸体，塞拉斯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着，要把敌人一个不留的全部杀光。吸血鬼杀光了楼里的所有部队，终于逼近了圆桌会议。木头堆积起的防御工事在手榴弹面前不堪一击，很快就被炸开了缺口。他们弹尽粮绝，伤亡惨重。佩尔纳特坚信塞拉斯会回来支援他们，然而对面却不讲武德地放出了火箭炮，大门被轰得炸开，场面几乎可以用惨烈形容。副队长被砸烂半个身体牺牲，就连佩尔纳特也负伤严重，屋子里几乎没有能够战斗的人。索林继续指挥手下对他们进行火炮轰击，要把敌人轰成灰烬他才满足。手势的手渐渐扣上火炮的发射键，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发子弹从后面飞来，径直打碎了他的脑袋。塞拉斯扛着加农炮破墙而出，他单枪匹马地杀光了所有敌人，如约赶来了。入侵骑士团的吸血鬼被他全部消灭，最后只剩下了索林一只，但塞拉斯的弹药也已经用光了。索林故技重施释放幻境，但即便知道是假的，塞拉斯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幻境之中。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察，因为太过正直被混混寻仇杀害，母亲将他藏进衣柜里，自己也中枪而死。看着父亲被混混杀害践踏，年幼的塞拉斯抽起叉子捅进了一人的眼中，被一枪打中腹部，奄奄一息。混混当着他的面强奸母亲的尸体，他大难不死，被救下后送到孤儿院，但性格孤僻又好斗，和所有人都合不来。长大后的塞拉斯立誓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警察，老师觉得他固步自封，抹杀了自己的全部潜能。但只要塞拉斯一闭上眼，满脑子都是母亲死亡的惨状。身陷回忆的塞拉斯泪流满面，索林趁机切断了他的左臂。塞拉斯在剧痛之中惊醒，索林又绕后一刀横砍在背上。见塞拉斯还要挣扎着向前爬，索林狂笑着重重踩上他的脑袋，并残忍地砍下他的眼睛。就这点能耐，和传说中的完全不一样啊！说着挥舞镰刀就要送塞拉斯上路，而就在此时，佩尔纳特突然冲出，一棍子抡上索林的脸，紧接着几发子弹和烟雾弹下去，佩尔纳特扛起塞拉斯撤退，但没想到还有吸血鬼没死绝，抽起手边的枪对着佩尔纳特的后背射出，佩尔纳特的腹部几乎被鲜血浸透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放下塞拉斯，而是强撑着一步步带着塞拉斯撤退。一把尖刀突然贯穿了他的腰腹，是索林将自己的镰刀扔向了他。这一下，佩尔纳特再也支撑不住地倒在了墙边。没想到赶来救他的塞拉斯居然被他给救了。塞拉斯摸索地爬向佩尔纳特的方向，被按住脑袋交换了一个穴位的深吻。佩尔纳特让塞拉斯别哭，然后吃了自己。她是个好姑娘，为了保护塞拉斯而死，她死而无憾。佩尔纳特靠着墙壁滑落，彻底停止了呼吸。两人相处的往事浮现在眼前，塞拉斯紧紧抱住佩尔纳特的尸体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。索林肆意嘲笑着佩尔纳特是弱小的虫子，他的援军已到。索林再次伸手施展幻术，塞拉斯前所未有的暴怒了，他喊着不可原谅，张开尖牙咬进了佩尔纳特的脖子，疯狂地吸食着他的血液。佩尔纳特洒在地上的鲜血回流包裹住了塞拉斯全身，他的眼睛重新张开，断掉的左臂变成了如阿卡多一样的流体。索林的幻象壁垒在瞬间破碎，深深看了佩尔纳特一眼。塞拉斯狠狠地盯着面前的敌人，在战场上耀武扬威不惧火炮的怪物军团忍不住的颤抖，他们在害怕一个浑身是伤的少女。几乎是一瞬间的事，如同野兽一样的塞拉斯就杀死了面前的亲卫部队，掐着索林的脑袋将他狠狠摁在地上，甚至一口咬断了索林
向他挥来的拳头。塞拉斯疯狂地按压着索林的脑袋，似乎要将他摁到地底深处。索林挣扎着将幻想之手按上塞拉斯的脸，试图再用回忆让他崩溃。然而他看到的全都是关于佩尔纳特的碎片。所谓血液是衡量灵魂价值的货币，塞拉斯吸收了佩尔纳特的血液，就相当于将其融入了自己的灵魂。薛定谔突然从一片碎片里钻了出来，他是来给索林传达少校指令的。索林违反军令擅自行动，造成损兵折将，于是他们决定放弃索林。话音刚落，塞拉斯拎着他的脑袋狠狠擦在墙上，恐怖的力道擦平了他整个脑袋。随后索林的身体燃起蓝色的火焰，彻底消失。塞拉斯深深地看了佩尔纳特最后一眼，向幸存下来的2位佣兵告别。他和佩尔纳特约好了要一起打倒纳粹，所以现在他要出发打倒他们了。佣兵庄重地向塞拉斯行了一礼，他的左臂化为翅膀，如同一道血红的流星划过天际。